Hello，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在加拿大做演员的真相，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在加拿大可以全职做演员养活自己吗？不能。2019年有一个调查说，演员中的失业率达到90%，只有2%的人可以靠全职做演员养活自己。这个数据是2019年的，比2026年的现在要好很多。而且这个数据是美国的，加拿大的影视工业严重的依赖美国，所以加拿大的数据不会更好。第二个问题，那演员都怎么养自己呢？有一部分在打零工，端盘子啊，做销售啊，教课呀。我记得刘思慕还曾经穿着玩偶服出现在小朋友的生日会上来打工赚钱。还有一些人呢，会找一些不那么累的朝9晚5的工作，这样平时的晚上可以录试镜，一旦有戏拍再请假。而我自己呢，我的主要收入呢是帮别人遛狗。第三个问题，为什么在加拿大做演员这么难？因为活太少了。我记得自己在2018年刚入行的时候，当时在上海，每一天都有试镜，而我现在在加拿大，去年一整年的试镜数量也就20个，平均1个月1到2个。我问过身边各种族裔的演员，差不多都这样，每一个角色都有几百人甚至上千人去竞争。我去年只盯上了一个角色，是一个走工会的小角色，一共拍2天，收入2000多刀，但是我还要付经济费，我还要交税，到手是远不到2000的。如果我去演一些学生作品或者小短片呢，基本上没有钱。当然我说的这些都是影视拍摄，广告方面的事情我不是特别了解。还有人问，现在出海短剧这么火，你为什么不去拍出海短剧呢？据我观察，目前大部分中国投资方的出海短剧选角倾向于白人，审美非常的传统，配角选择上也比较刻板。于是竖屏短剧现场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剧组的工作人员、导演、编剧、制片、化妆、摄影、场务大部分都是中国人，而演员没有一个亚洲面孔。相较于微乎其微的收入，生活成本又很高。在温哥华，我在市中心租的一室一厅，一个月是2800多刀。我没有买车，相对省钱，但是平时要坐地铁，要花交通费。除了生活费，还有在表演方面的开销。如果你刚入行没学过表演，或者初来乍到谁都不认识，总归是要上一些表演课的。现在试镜都是要自己录的，最经济的方法就是在家录，你还要买摄影灯，要买幕布。如果你想稍微录的质感好一点呢，你就要去影棚录，找一个专业的演员帮你搭台词。我看到洛杉矶的一些演员试镜已经卷到把试镜视频弄得跟拍电影一样了。除此之外，你还要定期更新你的演员大头照。除了生活拮据，你需要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呢是被拒绝。我去年虽然只拍了2天戏，但是我在录试镜上花了很多时间，而95%以上的时间我在做的时候就知道它不会有任何结果。所以在这一行能坚持下来的人，心态都得好，都得佛，职业需要。而且这个挫败感不会随着我的职业生涯的进阶而消失。我现在只是试镜发过去，石沉大海。如果哪一天我运气好，我的职业能更进一步，我可能会面试更重要的角色，在试镜阶段就和导演见面、制作方见面，进入短名单，试读试拍，最后2选1，然后告诉我选了另外一个人。还有呢，就是刚刚也说了，加拿大的影视工业严重依赖于美国，而美国的影视行业已经发展了上百年了，非常的卷，而且圈层固化。圈层固化的一个后果就是你现在看到很多的当红的明星都是星二代，或者家里有人在娱乐行业很久了，比如 Boys 的主演 Jack Quaid， 妈妈是 Meg Ryan， 爸爸是 Dennis Quaid。 怪奇物语里的 Maya Hawke， 妈妈是 Uma Thurman， 爸爸是 Ethan Hawke。 50度灰里的达妹，爸爸妈妈也是演员。最近 Heated Revelry 的2位主角出其不意的，既不是星二代，家里也没有人在娱乐圈，2个人在拍这部戏之前都在端盘子。好莱坞最近也在反思，我们是不是需要更多的 Hudson and Connor。 我要声明一下，很多的星二代本身很有天赋啊，演的也好，但是不得不说，他们的星二代身份会让他们的演艺之路更容易。当你接受了以上所有的现实，你还是想当演员，那该怎么开始呢？我记得2018年我在国内刚开始做演员的时候，花了20块钱买了几个通告群，因为在国内不出名的演员都是在群里面找通告自己报名，但是在加拿大呢，再小的角色也许都需要一个经纪人。如果你没有一个经纪人， Netflix 啊 HBO 啊这些大制作的戏你根本就看不到通告。这边的经纪人呢，不是那种签卖身契的经纪公司，它就像一个中介，如果你被选上了，从你的收入里扣15%，如果你选不上，他就继续免费帮你投。那如果你是新人，不认识任何人，建议你找一个表演班去上，建议找本地人说英语的本地人的表演班，上了一段时间以后，让老师去给你推荐经纪人，这样一方面呢是成功率比较高，另一方面呢不容易被骗，最后要提前收你钱的经纪都是骗子。